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帮大家来占卜的是关于未来这一个月的一个人生蓝图是如何的。那我这次呢有分成了4组牌卡，这是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好，那请你依照直觉呢来选出一组牌，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选出一张你最有感觉的牌卡。都选好了吗？都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来解牌咯。好，我们先来看抽到第1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一个月的一个人生蓝图是如何的呢？那看起来啊，第1组的朋友啊，你们在未来的这一个月啊，看起来会是在一个整合还有一个改变的阶段哦。因为就很奇妙的看起来，就是抽到的牌各种元素都有，就是也代表说你们关注的面向很多，就是你们关注在很多不同的事物上面，可能是你个人的生活，那可能是在家庭里面啊，跟团体里的关系，那也有是在学习上面的部分，工作事业还有财务，就是这些几乎都是你们关心的主题耶。就是也可能因为这是一个集体能量的一个运势占卜啦。OK， 所以就是或许有些部分的朋友是比较专注在家庭上，那有些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而有的是在学习技能上面，而有一些人关心的是财运。好，那看起来就未来这一个月你在生活上会经历一些不同层面跟阶段的整合。那看起来你也可能正在进行一个计划，并且在等待这一方面的相关讯息。那这部分的讯息呢，就是或许不会马上进来，就比较不会是在未来这一个月。不过看起来就是当我们把那个心态上面就是做调整，那准备好的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一方面的讯息就会进来哦。那另外一部分的朋友比较是在学习上面的一个期许，你可能希望能够把一个技能就是专精，就是正在慢慢的学习，希望可以上手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 Sandy 我在抽你们这组牌的时候啊，原本只打算抽4张牌，就1张牌就跳了出来。那这个跳了出来呢，就是这张牌的，而且这个牌的整个能量跟前面的牌是很相左的，而且是这张牌唯一的正位。好，所以说就是整个能量会真的很奇妙，就是虽然整个能量的流向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牌的出现就表示说，或许我们这组牌的朋友，每个朋友其实还是在各个一个不同的一个能量阶段跟能量层面上面。就某些朋友呢，在生活上的一些面向呢，你在期待的可能是一种在家庭上的一个安定感跟稳定感，但另外一方面你又在寻求一个改变。就整体来说，就未来这个月真的可以说是在一个整合的阶段中啦，就是同时你好像也在一个生活上心灵上的各个层面在寻求一个平衡。你或许是希望说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家庭关系，或者是说有可能就是跟家里的一个某个成员呢能够相处得很好。那或者也有可能你在一个团体里面的状况，就是你是期望一个很和乐的一个人际关系。那看起来就是在未来这30天这部分呢，我们对于财务部分也会比较保守一些，就是可能在家庭的部分或你个人的学习上面有让你花了好一些钱吧。所以说在未来这个月，你对于你的金钱财务你会变得比较有意识，就是比较有醒觉的花费。因为你希望说自己在财务啊金钱这上面你是能够自己自主，不需要依赖别人。那也有的朋友呢是在一个就是想要存钱的阶段，那这个也会是未来这段期间会是你比较专注的一个目标。那这些都是就是能量呢就是都是显化进来的，好吗？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指日可待的啦。那有些人呢感觉上是在一个就是新旧交替的状况下，或许你有的人一方面在帮别人打工，然后下班后呢你有自己的一份就是你真正喜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或自己的一份副业。那虽然说这个只是一个比方，但是如果说真的如此有对应到的
朋友，感觉上就算你现在的那个状态还没有到达一个你期望的一个稳定程度，但是你或许已经一方面在计划，就是要放下旧有的，然后就是因为你会决定，就是感觉你会决定让自己就是比较心无旁骛，开始专注在你真正想要的事物跟目标上面。那也有可能某些部分的朋友呢，会搬到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或许是就业啊、就学，或者是你选择被派遣到外地去，就是你会离开原本你生活的区域，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等等，这些部分看起来在未来这30天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边就是有一个远离的一个能量，有没有？就是我刚刚讲那掉出来的第5张牌，那这个是你会付诸行动的一个决定，好吗？那再来一下，这个是天使的祝福，就看起来呢，有一些朋友，你们或许是在家庭里头，或者是可能身边亲密的朋友，有些人是让你挂心的，因为这边就是又来一个来自天堂的问候。那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讲呢，就是这边大天使要让你知道说，就是你所挂心、你所在意的这些家人或朋友呢，都是过得很好的，就是今天不论他们今天是不是还在你的身边，那这讯息是要让你知道说，他们知道你在挂念他，而他就是也要让你知道说，他过得是很安好的，好吗？就是请你接受这样子的祝福，并放下那样子的挂心。那有部分的朋友可能在工作上面或学习上面，你们觉得遭遇到一些，就是你们可能觉得好像还没有办法跨越过去的一些困难啊，可能就是一些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阶段，你们觉得是有挑战性的。那这个牌卡的讯息就是要让你理解到说，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信念，自己的信念，让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所以就是鼓励我们去放下这样子的想法，去放下说这个学习或者是这一个工作是很困难的想法，好吗？就是开始去信任自己，并且知道说我们只要循序渐进，然后专注在我们想要的 ，OK， 是专注在想要的哦。好，把原本认为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换一个想法，就是开始相信说自己一定可以办到，这个可以是 a piece of cake， 好吗？那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好像那个学习的能量啊，会越来越起来，然后自己的理解力呢，也会越来越顺畅。就是那个学习的过程，就那个整合的过程，就变得可以是快乐的，然后变得是可以令人享受的过程。那再来就是我们很棒的，就是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非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也很知道就是你的目标是在哪里，然后要往哪里前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先有个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够往那个目标前进，最后去到达那个阶段嘛。那这组的朋友啊，你也会发现在于金钱的部分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跟着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感觉，就是跟着那个指引去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是比较容易赚到钱的。那最后这个则是就是要鼓励你善待自己，并且放下不再对于我们有益或不舒服的人事物跟环境哦。这个或许就是跟我们远离的这个能量是有相契合的。那再来看一下，就是宇宙呢有什么样子的祝福要给你们？好，就是这一张，我允许我自己可以就我现在的状态觉得满足。那还有这一张，就是我享受那个当下的过程。那所以这个就是跟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建议就非常的符合，有没有？好，那再来呢，就是针对呢财务的部分的建议哦，看我们要可以如何的就是提升我们在财富方面的一个能量。那我们这组的朋友啊，就是宇宙给您的讯息呢，会透过梦境进来，
因为我们就是这组朋友啊，你在直觉力方面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是你跟你的一个内心的大我都是经常在相连接的状态之下，就是这边有一些都是属于内心指引的牌，就是其实你自己是都有一些的很强的一个直觉 ，OK， 包括这张牌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上面的一些现实状态或者是情绪影响，就还是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刻。那这时候呢，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呢，就是会透过梦境来给您，好吗？你可能或许就是在睡一觉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了一些不错的 ideas， 或者是说可能原本一直在烦恼的事情，好像就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这时候呢，就是去信任它。那如果说一时不明白梦境要给你的是什么样子的讯息，就是你记得你做了什么样子的梦，那就是建议你可以稍微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也会协助你在稍后的一个记忆跟那种呼呼 moment 的那种到来，好吗？就是你会就是你就会觉得亲了，了解说他在讲什么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有些人呢，或许正在寻求就是在金钱上面的援助，就是你可能你觉得你是需要被协助的 ，OK， 就是好像有一些你觉得过不去的一个关卡，那这边是鼓励你就是去开口问求，就除了呢相信自己，那请了解就是宇宙呢，它也会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管道来给予你这方面的帮助，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工作赚钱不见得是唯一的管道。那当然，这也可以只是一个祈祷，好吗？就是在你的心里默求宇宙的协助。那你会发现，就是只要你一行动，宇宙它就会派遣友善的资源来协助你的。那可能是一个工作机会，就是你有需要的一个工作机会。那可能是来自于好友的协助，那甚至是银行的贷款、政府的补助，或者是来自其他相信你的人等等一些友善的资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牌，就第一组牌关于在爱情的部分。好，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如果说你目前是单身的话，那可能就是在未来的这30天呢，比较没有谈感情的迹象，就是这部分。那有可能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信念在影响着我们。OK，就是表示说，就是说，或许呢，你是在期待谈感情，但是呢，你认为就是我们的一个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个好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比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检视一些我们自己的信念，有哪一些信念是在影响着我们。那等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呢，这个桃花也是会进来。那如果说是有暧昧的对象的话，那或许你们在这段期间呢，比较疏于沟通哦。那就是在未来的这一个月的话呢，就是在彼此坦诚正向的沟通，就是会是一个重点。就是桃花的话呢，单身部分这个月比较没有OK， 就是不过觉得没关系啦就是因为这是未来1个月而已嘛，好不好？就是所以不用担心。那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已经有稳定对象的人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月会是你们就是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们彼此的沟通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很坦诚的一个，还有正向的双向沟通会是一个重点。那以上就是给这组牌朋友的讯息，那希望这些讯息呢，对于你们在未来1个月呢有帮助，可以帮助你们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的各个方面都更顺利，好吗？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了，拜拜。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第2组的朋友。第2组朋友啊，在未来的1个月呀，看起来就是你会可以非常的独立，然后呢，就是在未来这段期间，你都是可以打理好自己生活的人哦。而且就是其实到了这现阶段，这是已经显化的能量，就是在现阶段呢，你是在某个领域上应该已经有一定的成就。那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好好的思索下一步的时候。那因为你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这边看的是整体的运势，那这个新的阶段呢，可以是在各方面，就是家庭生活、爱情关系、工作、事业，
那甚至你看，就是家中可能会有新增成员，有没有？那这个新的开始呢，就是你们这个 new beginnings， 对你来说会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新生活。那整个层面上面呢，就是看起来都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一个人。那在工作事业上面的话，也有一个专业度在。那未来这个月呢，看起来你也会蛮忙碌的，就是难得有一个静下来的一个时刻。那再来的牌啊，我看到我觉得有2个可能性，就一部分的朋友就是同时你也在观望一段关系，就是可能是一段感情关系，也可能是合作的关系。那看起来这会是你期望的一段感情或者是合作啦。OK，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还没有对象的人呢，在未来的这30天里面呢，有机会遇到情投意合的对象哦。你看这很明显的一张恋人牌，有没有？就是还代表一个合作，那也代表一个也有可能是感情上面的对象，那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就是事业上或工作上，就是你会跟其他的人有合作的机会。那甚至我觉得对部分的朋友啦，有可能这个合作对象就是你的感情对象等等，因为这个牌这组牌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工作生活分不开，有没有？就有一种牵连在一起的感觉。而且我们就是你感觉这个阶段啊，对你来说是感觉也是在一个疗愈的阶段呢，就是在一个恢复期当中。怎么讲？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那有可能部分的人是刚刚成立一个家庭，就是刚进入一个家庭。那可能你本来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人，但现在你会需要就是跟别人合作，就是一起配合。那甚至说可能就是共组一个家庭，有没有？那因为你看我们这组牌的朋友有好多的2，就这边有很多的2。所以就是你可能是从一个很独立的人，然后你也蛮习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你也可能蛮习惯这样的状态。可是这个阶段呢，你会需要经过一些整合，因为看起来你期待的是一种就是更深的满足感，一种内在感受跟外在世界的平衡感，有没有？就是这边你有2张的牌，就是那个都是很相似的一个能量，是女祭司哦。那或许就是我们在之前可能在感情上或是合作关系上面有经历过一些不开心啦，因为就是这组蛮多的重复能量的牌，就是都有2，然后还有另外的有一些牌都是就是有疗愈的一个能量在。那代表就是我们这一组的一部分朋友啊，是想要脱单，就是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里面。那部分的你呢，会是在一个疗愈恢复的期间，而且你也会被疗愈到啦，所以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段时光，好吗？那其实呢，你看起来就是感受力其实是很强，很注重自己内心的人。那所以部分的你呢，看起来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正在寻求内心更深指引。那就是请相信你自己，就是你会处理得很好。就是重点就是不要去怀疑自己，好吗？那这边其实给你们的一个指引跟讯息呢，就是告诉你说，就是其实就是脱离过往，只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有学习呢，就不需要后悔，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后悔，然后就培养出来我们的勇气，就任何的时候呢，我都知道该怎么做。这是这张牌的讯息，就是要让你相信自己，好吗？这是可以你自己可以跟自己告诉自己的肯定语。而且这个指引牌呢，就告诉你说，就是宇宙其实一直在给你一些你需要的讯息，就是所以请你开始去注意一些同时性的事物，这是这个指引牌的意思。就是比方说，就是一些也就是巧合啦。比方说，或许你可能正在想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刚好打电话给你了之类的，或者是说，比方可能你正在考虑一个合作案，或者说正在考虑跟某个人适不适合配合之类，然后你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讯息进来，就是很同时性的。那这些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确认，好吗？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来确认你心里面的感觉，好吗？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啦，就是未来的这30天，对于部分的朋友，就是在找工作的人，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这些部分的话，
你们是已经在计划当中，而且会开始行动哦，就是你会真的去付诸行动的，在未来的这一段期间。那只是说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你并不想要冒险，就是你可能会比较走安全牌，就是可能你想说就是找个稳定的工作啊，先让自己有收入，或者说可能就是可能学生你可能选择容易考上的科系，容易走的路这样子。好，因为这边有就是这个 play it safe。那宇宙给你的讯息是，当然这样子也是很好，没有错。而且无论我们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呢，基本上宇宙都是给予您支持的。那不过呢，他也要给你讯息，就是说其实你是更有能力的，因为其实你对于你自己的愿景跟你的计划是更大，而且更有影响力的。在工作啊、事业、学习部分，就或许你有一些，你其实有一些很好的点子，然后有一些不同以往的 ideas。但是就是或许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自我怀疑啦，但是其实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是已经足够的，就是相信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学习上面呢，是已经可以胜任、可以独当一面的状态哦。所以就是请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好吗？你其实是有能力去开创你真正要的未来，你真正要的生活，好吗？就是抽到这组牌的你呢，目前是已经有这样子的能力。好，但是你或许不相信自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所以就是要给你的那个宇宙讯息，就是不要隐藏自己，就是不要隐藏自己，就是只是为了让自己融入这个团体，有没有？这就是这张牌要给你的，好吗？就是不要害怕自己太凸显，然后呢，你是可以 OK 创造你要的未来的。不要去受限于过去的经验，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就是在未来这一个月的财运部分。那感觉我们这组朋友啊，你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要拼命的做才有钱进来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在愿意做的状态之下，就是你愿意努力的状态下，那你就会有钱。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不能放松下来的感觉，就是或许你会觉得是可能你做的是技术性的，就是你要上工，你一定要去工作才有收入，你要接案子才会有金流进来，比较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些方法呢，让我们的那个财富上面的能量更提升，好吗？那首先是这张牌，就是建议可以多活动筋骨哦。那记得这个跟劳动不一样，好吗？活动筋骨不代表劳动，好吗？就是让我们自己的那个能量呢，能够整个活络起来。那这样子整个人就是会放松，那能量不再紧绷的时候呢，身体能量自然就会提升，那也更容易调频到富足的能量频率哦。那校准之后呢，就是会让你的整个金钱的一个流动会更快的进来。那再来呢，这个就是建议可以斜杠，就对，就是因为这边就是鼓励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就是当我们自己有一个远大的，应该讲梦想嘛，就是也可以是一些点子，OK，就是那这边是鼓励你，真的就是从现在就开始。这样子好了，就是我们不见得要把我们手中的工作放下来，或者是说一定要选择离职，好吗？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真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做的，就算是兴趣好了，我们不见得就是都以赚钱为目的，但是就是去做你真正喜爱的事，就是现在就开始。那慢慢的，当你可以把你这个真正喜爱的事情，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展出来，那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商业模式，那这个也是可以为你带来一个金流管道来支持你。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会甚至就是会开始有一些被动收入，那你就不再会觉得说，好像你一定要去工作，一定是要去上工接案子，一定是要有劳动才会有收入。就比较会跳脱那样子的一个循环，好吗？就这个部分是会帮你
带入金流进来的。因为这个也不需要冒险嘛，这个只是用我们下班的时间，用我们工作之余来做你真正喜爱做的事，所以做就是了哈 ，Just do it, please。好，那以上呢就是给第二组牌朋友的一个讯息，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拜拜。好，我们来看第三组的朋友的牌。第三组的朋友啊，首先我看到的是这一张，因为其实这是唯一的正位，就在这组里面。那这唯一的正位代表说，我们在未来的这一个月啊，其实我们在一个家庭里或团体里面是一个关系很和谐的状态哦。而且这部分在未来这一个月呢，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因为看起来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啊，在未来的这一个月，你好像觉得自己要面对现实面吧。但如果说是还在找工作的朋友呢，看起来在就是这个月，就是未来这30天的下半旬会有不错的机会。而且感觉啊，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这一组抽到这一组牌，一部分的朋友呢，很多时候是会需要很多的创意啊，跟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很需要决断力跟逻辑力。那你有可能就是希望自己在这2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处理得很妥当，然后就是期待都可以在预期的一个进度里面。那如果说以上这个部分是与你的工作或事业相关的话，那么看起来是可以期待的哦。那只是说，虽然这会需要更多一些的耐心跟时间，就是不是马上发生的事。而且呢，就是这些牌，你看，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在未来的，就是目前的整体局势啦，好像很不明朗，就是有着很多的未知，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会有一些打击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想法。不过就是你是一个在意志上面非常强大的人，就是无论如何你会想方法，就是一步一步按着你的意志，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建立起到一个稳固的阶段。那再来啊，看起来接下来的这段期间呢，你会因为工作有出差的机会。而且呢，在这上面你会获得很不错的斩获，会是很棒的结果，这部分要恭喜你们。那再来，宇宙要祝福你，就是目前呢一切都很好 ，OK， 一切都是很安好的。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就是你的内心好像有一小部分是感觉愧疚的。那这些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就是你的这些想法、选择呢，对目前来讲都是正确的，也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请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想法去影响到你了。那不论目前整体的局势看起来如何，它都会是一个循环，就是那我们就是理解到说，我们也是这个正面集体意识的一份子。所以当你投注正面的意念，也会协助整个局势的快速好转，好吗？而且就是你自己，其实你很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去达成你在事业上面、工作上的目标跟期许。那如同我们刚刚稍早讲的，就是创建一份事业是需要时间跟耐心，然后这会是一辈子的事，而不是只有一个季节的事情，所以要让自己适度的休息。Take a break。那再来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你也很适合，就是把你的一些想法，把你的点子写下来，好吗？就是可以是日记啊、文章啊、部落格、写书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些知识啊、idea， 这个对你来讲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抒发管道，那甚至会创造一个不同的一个金流管道。那再来呢，就是这个也是鼓励你，就是承担你的领导力与地位的时候，就是充满爱的引导其他人。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组在未来，就是不久的将来是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哦，就是你会到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那这看起来也是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就是目前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要相信自己，好吗？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财运部分，看一下我们的财运部分是这个。那感觉呀，有些朋友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样子的财务基础，就是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但在未来的30天看起来会有一个好的开始，会有一些小进账哦。而另外一部分的人呢，其实财运是非常不错的，那虽然可能花费也很大，就是比较存不住。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个人的花费选择啦，就是看起来就是这组牌的朋友，很多时候是花在自己让自己开心的部分上面。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要如何提升我们的一个财富状况。那首先这个就是讯息啊，建议你就是清理掉不需要的物品，来个断舍离好吗？就是物品可以捐出去，那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空间能量变轻松，然后你也能让自己的心思更清明、更清楚，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再来就是不要抱怨。好，那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们这一组一部分的朋友，我相信不是全部啦，就是比较是你负面的想法、消极的想法打击自己。好，因为上面就是有2张其他相似的牌，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我们要转用正面积极的话语来跟自己对谈，就非常重要哦。再来就是也是让自己就是适度的休息一下，也会有帮助，会帮助自己的头脑更清明，就是不会再那么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很忙碌的状态。因为看起来就是我们这组的朋友呢，在未来的这个月是会让自己非常一个忙碌的状态。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让自己的心情呢，就是还有头脑里面的想法呢，比较沉淀下来。不要被就是外面的就是这个景气整体的环境呢带着走，好吗？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组牌在爱情的部分。好，关于爱情的部分呢，就是的一个提点，这部分有抽到4张牌，就是他自己有在调出来。那首先，如果说我们是单身的朋友呢，那看起来啊，我们在未来的不久是有机会有桃花的哦，但是不是在这个月，就是可能不是在未来30天就会发生，会比较延迟一点。但是就是我们这组单身的朋友要维持一个信心好吗？就是这个能量已经在显化当中。那如果说是有暧昧对象的人，或者是有喜欢的对象，你或许会慢慢的，可能在这段期间，你会发现你们2个人对于未来的方向啊、计划上面，好像不是那么的契合。好，那请相信你自己内在的声音，好吗？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并不是适合的人，就不需要去强求，因为看起来在未来的这段期间，对于部分的人，这个关系似乎也已经走到了一个终点的阶段啦。就这边有一张这个，代表结束的牌卡。好，那对于某些人来讲呢，你在期待的是一个比较对等的关系，就是目前看起来会需要一些的努力。那建议呢，我们就是先安顿好自己的情绪，就先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好吗？就休息一下，帮自己充充电，到大自然里面去走走。对我们这组的牌卡，就是在厘清感情的处理上面呢，会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对于有伴的人呢，就是目前在一段稳定关系里面的人，在未来的1个月呢，一个坦诚的沟通，就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坦诚正向的沟通，就会是未来这个月的重点，好吗？好，以上就是给这组第3组牌朋友的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在下一次影片见了，拜拜。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4组牌朋友。那看起来呀，你们在你们的工作、事业或者是学习的领域上面呢，在未来的30天是非常的顺利跟成功的哦。然后啊，你们大部分的事情也都可以在你们预期的一个进度下完成。
你现在从事的其实看起来是一份你很适合的工作或者是事业，然后其实你在当中呢，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满足感跟那个成就感。那有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个整体局势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期间呢，其实你也会趁这个期间给自己一个充分的休息，就是看起来你在你的一个工作上、学习、事业这上面呢，还有你的休闲生活，你是会并重的，就是并不是说单纯就只是在工作上面很拼命的一个人，就是你对于你的个人休闲或者是一个家庭生活上面，还有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兴趣的部分呢，你都非常的注重。那就是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也是会放慢脚步，好好的去享受那份悠闲跟那个生活。就是你会在你的工作、学习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是很依着你内心的感觉而行的一个状态。不过看起来你对于未来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跟愿景，就是说虽然你现在事业各方面都在一个不错的阶段，你还是会继续逐梦，那并且也有机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这些想法跟计划，就是把梦踏实下来。你看这个星星牌，就因为我们讲的逐梦踏实嘛，那星星就是代表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愿景，就是你很期望的事，就是你是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但我们也知道说，逐梦又踏实下来的话，是需要一些的时间，就是并不会马上发生。但是只要你继续做你该做的，并且就是继续专注在你的一个目标上面，那顺其自然，好吗？一切都会循序渐进的到来。那如果说这一组的朋友呢，你们正在找工作的话呢，其实也很快就会有消息会有合适你的工作供你选择。那这边的这个祝福一切呢都在命定的顺序中展开。那只要你允许，你渴望的机会来到，真的是很棒哦。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一组的一个财运的部分。在财运的话呢，看起来你很希望就是在未来这段期间是可以很顺，就是很平顺的继续成长。但是或许就是可能我们在目前可能整个一个整体的局势就是财运的部分，你会觉得有一些的停滞。不过都还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啦，就是财务上面呢，建议可以先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或者是在那个存款上面做一些，还有花费上面做一些分配那如果说就是因为在财运的部分，就是看起来如果说你是在找工作的朋友，就是刚刚我也有讲过了，就是会很有机会，就是你目前的一个运气呢是蛮好的，那也可能会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得到这个工作。那因为你对于未来呢看起来是充满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期待，那这些能量都会协助你很快找到工作，好吗？而且如果你本身是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就是从事经验相关的工作，看起来会更适合你就是你会你可以在一个跟你之前相关的工作当中呢，继续去累积经验，这样子。就是关于在财运的部分，我们宇宙给予的建议。而且这些建议都很单纯就是希望这组的朋友，就是你们要维持一贯的信心，好吗？就是了解到，就是宇宙呢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整个资源是源源不绝的，所以说真的不要去受到现在整体一个现实面的影响担心之后不会那么稳定，就是财运的部分没有，财务状况没有那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需要为长远打算然后就会觉得应该要省一点花。那这些想法其实也都很好，但是就是不要因为担心而就是让自己的一个整个能量封闭紧缩了，好吗？就是了解说目前这个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循环，一个自然的循环。那如果我们自己可以维持在一个还是很乐观很正面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并且呢会协助到整体局势的快速好转。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阶段也会很快的就过去，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一个阶段就会很快过去我只在财务的部分。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组朋友在
爱情的方面，我们这组牌的朋友一部分的人啊，在未来的一个月会遇到喜欢的对象哦。那有可能是那一种天雷勾动地火的感觉，有没有？我会说是一见钟情啦。好吗？就是有可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对象，可能你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又让你觉得很神秘的人，然后就是你会很好奇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如果说，就是感觉上来看起来，就是或许不见得会有一个开始哦，就那个能量其实是来得快，然后去得也快，就是可能不见得是能够长久的一个火花，好吗？那如果说已经有暧昧的对象的，在未来的这个月呢，就是可能内心你也会觉得希望有一些的变化啦，就是希望有一些火花出现之类的。那有部分的人呢，看起来是有2个以上的对象在抉择当中。那或许是你会决定在自己的感情关系上面做一个很大的决定，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们这边有一个塔牌，就是代表着一个很大变化的一个牌，但那这是你期望的一个状态哦。那有部分的朋友呢，看起来其实比较希望能够让自己就是在接下来这段期间呢，是可以沉淀下来，然后可以修身养息的一个月。就感情的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的吸引力。那如果是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呢，就是也会期待有一些不同的相处模式吧。就是可能你们中间有一方会比较保护另外一方，或者是有一方太依赖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比较期待的是一个相处模式的一个平衡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这组牌关系上面的一个建议。你看这边他说给关系一个机会，就是对于在摇摆不定的人啊，感觉关系还是有一些转圜的余地。path看见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啊，有自己一些很独特的想法，就是有一些你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东西。每个人本来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去活出你的一个独特性，好吗？这个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鼓励哦。以上就是给第4组朋友的解读。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解读的话，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